这个叫做 Before You， 然后对阵的是 PR 啊。阵容上面是选了一手调酒，这手调酒的话，其实从上来搬机械师来看，应该不太可能会打女巫，所以我觉得这手调酒搬的还是这手调酒选的还是蛮亏的。上来找到先知，这个局这边先知走位被干扰，打一刀。那雕刻家这边依然是带了一手传送，看一下是好像是闪现。那他这个打法是跟我刚刚说的那个相似的，就是如果说我上来带闪现的雕刻家是可以追3个人的，前锋调酒加先知我都可以抓，这样的话开局就是75%，我就上来可以直接抓人了。除了佣兵以外，佣兵的话其实雕刻家都可以抓一抓的啊。带闪现的话，当然抓佣兵呢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，他的一个坐椅子能力，这雕刻家有点厉害啊，这雕像起的鸟都没给出来。前锋这边撞就可以，佣兵如果卡着的话，我觉得这里要不就算了。卡着过来，先知鸟又不能给，万一打一波双倒，雕刻家这边起2阶，求生者就瞬间崩了。坟场一照，往外干扰，拖一拖，前锋来了，这前锋的雕，这前锋这打的有一点点拼。说实话，你这里但凡雕像或者普通攻击打你一下，我插刀完你救下人，我再打一刀。都是一个求生者有一点崩的局，但是他还好撞了以后算是一波无伤救，但是闪现有，雕刻家这边也拉不走。局势上面的话，从这个开局来看，应该是求生者没有任何的赢面的，趋向于一个求生者大概率被3抓4抓，然后有小概率能保平。鸟一顶，这边雕像风打一刀也可以，这边打一刀其实也可以的。调酒师这边给前锋喝一口酒，保一个满状态，然后这边再调一瓶酒。先知这边被击倒是一个2阶。一刀直接带走，很舒服啊！这雕刻家的一个熟练度非常的高，他的一个雕像用的还是就是他的一个雕像的命中率啊，用的还是比较不错的。这边再救可以再救一波，但是也可以选择不救。如果是前锋的话，应该是大概率卡到底了，因为前锋上面搏命已经没了嘛，再来救收益很小的，除非无伤救。这边前锋我感觉这个前锋其实暴露了的话，这局应该是比较难平了，因为前锋这边一旦暴露，你后续这边先知首先走不了，然后前锋你在这个雕刻家面前半血前锋敢在雕刻家面前跳，真的就是在玩火，真的是在玩火呀！这边雕像一刀带走，挂飞以后节奏不断，挂下一个，那是一个保3争4局了。还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觉得开局已经不利了，这个前锋刚才是不应该露面的，一旦被看到以后，前锋其实拉球走都可以，千万不能给雕刻家这手节奏的。这手节奏一给的话，求生者这边没有任何的平面了。外面电机点完，只有是雕刻家失误啊，外面电机主要是电机还修不完，佣兵这边来救，外面有2台电机，调酒师最多点掉2台，还差1台呢，还差1台，这边这个前锋对吧？击倒挂上外面，而且这边坟场一丢，还要干扰外面的电机，不太有机会。而且佣兵这边要面对一个6雕像的雕刻家，说实话能不能救下来都是个问题，或者救下来能不能走又是个问题。雕像推，好，这边补夹。但是他的这个崇高雕像好像利用率不是特别高啊！刚才其实打哎呦我去，没救下来。刚说完对吧？这崇高雕像利用率不高，瞬间对吧？拍我脸上，你看看这崇高雕像利用率高不高？还是蛮高的。2连崇高雕像打了个半血，再雕像一夹一刀带走，完成一个4抓了啊！坟场一照，这边应该是一个锁定一个4抓局了。还是阵容方面吧，我觉得这个调酒师拿出来打雕刻家真的效果太差了，因为他 BOE 啊 ，BOE 比他好的角色多太多了啊！打一个手椅型的，比如说真的，你说如果有手绝活勘探，我觉得也不错啊。绝活勘探在打雕刻家的时候也有一定的一个，至少你能打架嘛。闪现一刀带走，然后这边切船，很流畅啊。可以开个坟场照一手，然后再人往前顶，推一下补一下击倒，这边挂上完成4抓，好顺啊！这雕刻家有一种对吧势不可挡的感觉。我们期待一下后面这个雕刻家可能要被ban了啊！稍事休息看下半场。